有事儿找我？你忙吗？还好，你说。那我就长话短说了。我是我姐的助理，但是她手头上没有什么案件。你要是有其他的小案子呢，自己忙不过来的，你可以给我来做。可以啊。那个裘皮大衣丢失的快递案，是不是快开庭了？你对那个案件感兴趣？好啊，你去找黛西说。好的。佳颖姐，您现在有空吗？我想过来找您一趟，有些情况需要了解一下。嗨，还没下班呢。我要去见一个当事人。很讨厌的当事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都在你脸上写着呢。亲爱的，罗宾让我告诉你一下，那个快递丢失案交给我做。罗老师，我觉得您这样做特别的不对。你怎么可以把我前期已经几乎快做完的案子，你就这么移交给兰兰了？是，我是你的助理，这一点错都没有。但你不能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吧？你这样子的话，说的轻一点，你这是没有顾及我的感受；你说的重一点，你就是根本就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。哎呀，对不起。说完了。那我来总结一下。你冲进我的办公室，先是质问我为什么把这个快递丢失案交给兰兰，然后强调这个案子是你的，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给了兰兰，就是对你的不尊重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明确一下。首先，这个案子是我的，不是你的，因为你不具备独立办案的资格。其次，我们现在律所有非常多的案子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，尤其是林家映的案子。按照我的原则，我是不会接的。但是按照你的原则，我接了，本着对客户负责任的态度。既然接了，就要全力以赴。所以说，放手一两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完的案子给需要案源的同事，这有什么错呢？再说了，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擅自做主接待了与本所存在利益冲突的案子，这怎么算呢？我已经跟莎莎说了，我们不能接受她的委托。然后呢？我事先并不知道她找我过来什么事儿，她在电话里也没有告诉我，所以我还以为是跟她个人或者是她亲戚朋友出了什么事儿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儿跟任小年有关系。那在你知道了跟任小年有关系之后，你做了什么呢？我就让她去找别的律师了。没有给她推荐别的律师吗？他求我。我问你的问题的重点是你有没有给他推荐别的律师，而不是他有没有求你。范小天，真是有爱的行为。小金刚刚接到法庭的电话，通知他下礼拜开庭。你跟小金商量一下，就说我给他推荐一个全球排名前10法学院毕业的律师。你不亲自出庭吗？你现在就去跟兰兰交接一下。去啊！好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忽然有点崇拜何塞，因为他的助理从来不敢跟他对抗。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你也经常会说何塞，如果他找的人连他都不敢对抗，那怎么期望这个人去和邪恶对抗？没错。我还记得何塞非常生气，说我羞辱了他。
因为你把他和邪恶相提并论。有的时候正义也会和邪恶相提并论，比如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。你晚上有空吗？我陪你衣服，我陪你衣服。全都在这儿了，下周开庭，具体的你问丽娜吧。谢谢啊。有空一起吃个饭吧。不了，我有事儿。我还没说什么时候呢。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有事儿。你好像一脸的不高兴，我确实不高兴。是因为我抢了你的案子吗？你说呢？我就是随口跟罗宾说了一嘴，我也没想到他那么快就答应了。你当然想到了，你要是没想到的话，你就不会张这个口了。那你要是不高兴的话，那我把它还给你喽。不了，我还有别的案子呢。那你要是需要我帮忙的话，随时哈。谢谢你啊。哎，白姐，啊，何蔡老师。你是从兰兰办公室来的吗？对，她干嘛呢？助人为乐。助人为乐。你刚才没有回我微信，所以我就过来了。哦，我没顾上。忙什么呢？这不是那个快递丢失的案子吗？罗宾把那个案子给我了，给你了。我毛遂自荐。其实我那儿也有很多的案源，如果你要喜欢的话，我可以跟你分享。谢谢。啊，那个，你刚才说关于损害你衣物的事情怎么赔？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及司法解释，损害他人的财产，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为计算标准。被损坏的财产完全损毁、灭失的，按照该财产当时市场上对应的价格标准，按全价计算。如被完全损毁、灭失财产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以上的，按照折价后的价格进行计算。如财产部分毁损，应当按照由于毁损使该物价值损失的相应市场价格标准计算。那你看，何塞律师，您不能根据侵权责任法对我进行赔偿。那我应该依据什么？我记得刑法里面有那么一条，故意损坏公司财物，涉嫌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应以立案追诉：一、造成公司财物损失5000元以上的。你这件衣服5000元以上吗？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北京市检察院、北京市公安局关于8种侵犯财产犯罪数额认定标准的通知，故意损坏财物罪，数额较大为5000元以上，数额巨大为5万元以上。您刚巧够上了数额较大的标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过失。你就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。你就是。我不是。那我总得有犯罪动机，对吧？你没有吗？
哎，你说怎么会这么巧啊？都是被骗了房子，都是富强公证，而且还都是同一个受托人。你找我俩就为这事儿啊？啊，不然你以为呢？我以为咱俩又哪个案子碰上了。这不就是碰上了吗？我记得你爷爷刚出事那会儿，你的第一个反应是，这是一团火。我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，所以我现在时常感到万幸。我们家那事儿幸亏我发现的早，我爷爷的房子算是保住了，可后面发生好多事儿都没来得及跟你说。担保公司派人去我们家骚扰，来了一群流氓。你只要报警的话，他们就说是经济纠纷，是要账的，你能说什么呀？他们已经把法律都给琢磨透了，人家也是有组织、有管理的。他们觉得把你骗得倾家荡产，那是你应该交的智商税，都这么想。现在林家已经被他们逼到活不下去了。股民炒股血本无归，也被逼得活不下去了。那你能告荐股人吗？对吧？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，他们这是犯罪。如果不把他们绳之于法的话，他们会骗更多人的。我真的帮不了你。爷爷不是和江军认识吗？哎，我爷爷是我亲人，林家硬是你的客户，你的当事人。行了，别管了。那今天晚上我去看看爷爷呗。我们现在不住那儿了。啊？惹不起还躲不起啊？房子是保住了，他们老来人骚扰啊。我在安居客上找了一间房子，我们暂时先搬过去了。那你现在住哪儿啊？我晚上约了事儿。久等了。走吧。这大姐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手机忘了。哎，那是上楼电梯。你不下班，躲在这儿吃什么呢？我在等林家印呢，他突然放我鸽子，让我等他。喝吗？我刚来喝仨了，没事。想让我跟你说实话吗？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。你想说林家印他为了让我接他的案子，所以呢故意对我有所隐瞒。他怕他都跟我说了，我就没有那么同情他，我也就不会接他的案子了，是不是？哼，有的当事人很奇怪，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律师。林家印呢，他之前被别人骗过，这样的当事人你更要小心。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大不了输呗。这不是最坏的结果，这案子如果你输了，他们可能会纠缠你，让你赔房子。让我赔房子？凭什么呀？他们的逻辑是，官司如果打赢了，他们的房子就能保住。现在如果因为你输了这个案子，房子没了就得你赔。哈。哎，丽娜姐，你把我说的都开始怀疑人生了。我就是跟你提个醒。我知道，谢谢。你跟麦飞真分了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骗你这个干什么？我刚才在楼下看他上了一辆豪车，就刚才。应该是客户的车吧？廖主任最近给了他一个特别土豪的客户。挺好。什么挺好？你们这样现在挺好的。不错。拜拜，我走了。拜拜，接着吃吧。罗宾律师，您是？我叫李德彪，之前也是干律师的。我们之前见过吗？我现在早不干了，干律师太辛苦了，而且没回头客。您想啊，谁家成天到晚打官司，除非是犯罪团伙，那业务量可以，常年有。今儿这个兄弟进去了，明天那兄弟出来了，今天这个抓了，明天那个判了。普通老百姓赶上一回打官司，
找您打。您要是给人家打输了，那得天天到律师所去闹去。就算是赢了，那也是一锤子买卖，业务量不行啊，对吧？那既然不干了，现在主要是讨债。啊，我有个客户呢，正好跟您有点关系，想托我找您谈谈。您是他的律师。找我谈，那就别在这儿谈。明天来我律所。哎呀，我一看见您呐，就看见当初的我。我当初跟您一样，特别有正义感。就是后来呀，出了一起交通事故，医院住了半年多。你想干什么呀？没想干什么呀，我就想跟您聊聊。哈哈，您要是忙，我就不打扰您了。啊，这是更衣室，没监控，您放心。我是好心。咱们回见。来了。为什么不接电话？哦，我手机没电了。为什么不充电？我才发现我手机没电。以后手机不许没电。您来找我，就是为了跟我说手机不许没电的吗？还有，以后不管谁敲门，不要随便开门。哦。关门啊！哦，那个林佳映的案子。林佳映的案子不归你管了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？您这样做不公平。有什么不公平？我是你的老师，你是我的助理，而且你没有律师证，你不能出庭，所以没什么不公平，是你没资格。都跟你说了，不要随便开门。知道是你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除了你，别人没那么敲门的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您也不用说了，不用道歉。你以为我回来是来道歉的？我手机没电了，没有及时回复您的信息，是我不对，我下次一定注意，对不起。但是如果您就因为这点小事就不让我管林佳映的案子，您对我实在是太不公平了。你想多了，我回来不是来道歉的。那您到底干嘛来了？我来重申2件事情：第一，不管谁敲门，不能随便开门。嗯。第二，林佳映的案子确实不归你管了，以后有任何事情，他可以找兰兰，直接找我。你开门。对不起，我不能开门，因为有些人说过，无论是谁给我敲门都不许开门。有事的话，您就给我打电话或者发微信吧。很好，晚安。来了。说了几遍了，不要开门，你记不住吗？记住了。